豪表现惊艳，开播15分钟破 3.5% 收视。北上到底有多上头？惊艳开局，15分钟破 3.5% 收视的王炸剧集横空出世。一部剧的命运往往在开播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伏笔，而北上仅仅用15分钟便完成了普通剧集几个月都无法触及的高度。 3.5% 的实时收视率让所有质疑、犹豫、观望的人瞬间闭嘴。这是属于北上的高光时刻，更是属于白鹿与欧豪的封神之夜。一时间弹幕炸裂，社交平台热议不断，朋友圈刷屏成灾。有人惊叹这剧怎么会这么好看，有人震撼白鹿、欧豪的化学反应简直让人欲罢不能，而更多人则带着近乎痴迷的目光，深深坠入这场关于梦想、命运与时代交织的恢宏叙事之中。画面质感拉满，每一帧都是艺术品。北上之所以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绝不仅仅是剧情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近乎电影级的视觉语言打造了无与伦比的画面质感。每一帧画面都仿佛浸润着岁月的余温，微光透过窗棂洒在灰旧的墙面上，街角斑驳的石阶上留着时代的刻痕。这种真实而又富有诗意的视觉呈现，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故事，更像是触摸到了那个年代的呼吸与心跳。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上的画面色调并没有简单的迎合滤镜美学，而是结合剧情走向、人物情绪以及时代氛围，精准调配每一种色彩和光影的情绪浓度。人物置身在这幅油画般的场景中，仿佛被历史温柔包裹，悲欢离合、命运沉浮，都通过画面的温度缓缓渗透到观众的心里。这种极致的画面感并非简单的视觉享受，而是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无声的画面里找到共鸣。那些老旧巷弄、斑驳墙皮下藏着的烟火气，正是我们父母辈、祖辈真实走过的路。每一帧都似曾相识，每一帧都藏着故事。画面不再只是背景，它已经成为剧集情感表达最重要的一部分，让观众的情绪无声共振，久久难以抽离。旁白叙述直击灵魂的沉浸式观感。北上里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旁白，不只是剧情的补充说明，更是一双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手，把观众从现实生活中轻轻拉起，送进那个横跨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里。它不是生硬的解说词，而是一封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时代家书，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为我们讲述那些被遗忘却从未消失的生活痕迹。旁白的存在感恰到好处，不喧宾夺主，不刻意煽情。他像是一位站在时代门槛前的老朋友，用平静又略带惆怅的语调，缓缓回忆那些被时光打磨得失去棱角的青春与梦想。这种温润而克制的表达方式，反而让人感受到更加汹涌的情感暗流。当旁白讲述那个初来上海的年轻人怀揣梦想，站在黄浦江畔，眼中映着时代风云与个人理想的交错时，屏幕前的我们仿佛也站在他身旁，感受着同样的忐忑、迷茫与炽热。那些旁白中的每个词、每个音节，都敲打着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点，提醒我们历史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个人的血脉里，藏在每个家庭的老照片上，也藏在每一个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瞬间里。旁白不仅是情节线索的补充，更是时代情感的引路人，带领我们在沉浸式观感里感知自己与时代的连接。白鹿、欧豪的惊艳演绎，重新定义国产剧天花板。白鹿与欧豪的表演，不只是角色塑造的成功，更是一种对人物灵魂的深度共鸣和解构。他们并非单纯演角色，而是用生命体验角色，用角色的情感伤痛去碰触观众最柔软的部分。这种演技的高度已经超越了普通表演技巧的范畴，进入到一种与角色共呼吸、同命运的生命交融状态。白鹿的每一次回眸，每一抹微笑，仿佛都透着温暖与倔强并存的力量感。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情女主，她是一个拥有完整灵魂与独立思想的真实女性。她会害怕，会迷茫，会痛哭，但她也会挣扎着站起来，哪怕迎接她的是更残酷的现实。白鹿赋予角色的是一种属于女性独有的柔韧与坚定，她让屏幕前的每个观众都能在她的眼神里看见自己、母亲、
姐姐，甚至祖母的影子。欧豪的表演同样惊艳，他收敛锋芒，却把情绪内敛得极具张力。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看见压抑在胸腔里的愤怒与不甘，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就能让人瞬间感受到角色背后的挣扎与妥协。欧豪不再是传统的硬汉式男主，他是一个真实的普通男人，有情感，有软弱，也有无声的倔强。他用最克制的方式演绎最澎湃的情感，让观众看见角色的真实重量，也感受到那个时代留给每个男人的无形枷锁。镜头语言，独树一帜的视觉盛宴。北上的镜头语言堪称教科书级别，它不仅是画面的艺术呈现，更是一种无声叙事，每个镜头的推进都像是时光的翻页，每一个景别的转换都是角色命运的一次重塑。它让观众看见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流动。从大远景到特写，北上的镜头运动从不多余，每一帧都藏着叙事逻辑与情感线索。大远景中的城市天际线苍茫厚重，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每个人的命运都渺小得如同尘埃。而特写镜头里那微微颤抖的手指，紧抿的嘴角，又把个人情绪放大到极致，让观众感受到最真实的心跳与疼痛。最令人惊艳的是北上对时间与空间的巧妙运用，镜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回穿梭，无缝衔接，让观众在角色回忆与现实抉择中来回拉扯。时空交错不是炫技，而是让观众以上帝视角见证人物命运的交错与因果循环。这种镜头语言的高级感，让观众不知不觉间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仿佛和角色一起经历了所有疼痛、成长与蜕变。收视破纪录，口碑与热度双线狂飙。从首播到热搜，北上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便成功占领舆论高地。酷云实时收视率突破 3.5%， 前两集平均收视率 2.99%， 一举打破近2年电视剧首播实时收视纪录。6段广告，每段广告时间逐级递增，品牌方争先恐后，生怕错过这场年度现象级爆款。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网热度突破6000，北上不仅俘获了观众的眼球，更点燃了观众的灵魂。每一次剧情反转，每一段角色对白，都能在社交平台掀起滔天巨浪，真正做到了收视率与口碑双赢。家族史诗，横跨半个世纪的时代共鸣。北上改编自徐则臣同名小说，它不是一部简单的情感剧，更是一部横跨数代人的家族史诗。每一个角色的命运轨迹都折射着时代的烙印，每一场爱与恨的交织都镌刻着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它讲述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却映照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它记录的是个人的悲欢离合，却铺展出一幅时代巨变的恢宏画卷。这种独特的叙事格局与情感厚度，正是北上让无数观众欲罢不能的终极密码。时代记忆与现实思考的双重共振。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回望，北上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座时代与现实对话的桥梁。它让观众重新审视父辈的青春与梦想，也让观众重新思考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自己。当我们追随剧中人物一路北上时，真正北上的或许不仅是脚步，更是梦想与信仰，是家国与时代，是每个普通中国人不甘平凡的灵魂与追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也被北上感动，如果你也对白鹿与欧豪的表演惊艳不已，那就请记得点赞、收藏、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年度神剧。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剧感受，我们一起讨论剧情走向、角色命运，分享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共鸣。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解读，记得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每一次点赞与评论都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北上带你一路向北，一路燃烧。